可能是史上味道最濃郁的泡椒酸菜牛肉麵。我把泡椒全都打撈出來，泡上了新的辣椒。因為這個泡椒本來特別好吃，就是時間長了不脆了，那也不能浪費，正好用來做菜。原本這罐子是別人給的，是我泡不出來的味道。這回我續杯辣椒，又加了點鹽和醋，還有冰糖。可怕的灌湯包，這種辣椒真的特別吸汁，看它裡面的汁水，一定味道很足，很適合牛肉。再配上酸菜，做一個泡椒酸菜2合1的牛肉。這包是買來的酸菜，應該也看得出来。配料表我覺得看着還行，主要是自制醃菜拿來做这種菜就太浪費了。我嘗一下，其實它味道還可以，就是買來的通病，鹽味比較重。牛肉用的是牛腱子的上半截位置，它的筋和肉會融合的比較好，還搭配了一小塊骨頭和一塊牛油。其實是我去的晚，牛腩只有肉和筋會分離的那種牛腩了。不過這點區別哪有睡覺重要呢？對吧？配料這邊都是一些常用的薑、蒜、紅蔥頭、草果、八角、桂皮、香葉、白芷、砂仁、丁香、花椒。除了紅蔥頭想讓它接觸一下油，其他的都給它裝起來，免得到處都是渣。今天做的是一個不焯水的做法，因為我對這塊肉和調味都非常有信心。先來把牛肉炒香，肉是不是有點太多了？這裡是1.3千克左右，但是肉燉少了就沒有多的時候那麼香，就像那種農村宴席上的大鍋燉肉就會特別好吃。來點白酒，其實用油炒或者炸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去腥方式，就好像那些炒牛肉的菜其實也是生炒的。雖然切的不太一樣，但道理是一樣的，就是要把肉自帶的水分完全炒出去，像這樣的程度就差不多了。先把它盛出來，又是鍛鍊手臂的一天。不過聞着怎麼有一種烤肉店的風味。這回來炒配料，紅蔥頭下鍋，來點豆瓣醬。本來想加糖的，因為泡椒和酸菜都純酸嘛，但是一想到還有一瓶柱侯醬，不用白不用。再加一些辣椒粉，這個不辣的。酸菜和泡椒，因為它倆都是當調料的作用，只是貢獻一個味道，也不怕燉久了沒有口感。泡椒反正是已經失去口感了。我想象中泡椒牛肉和酸菜牛肉應該是很常見的那種菜，實際上卻很少吃得到。我這邊的飯館好像都是一些紅燒呀、清燉之類的牛肉，要麼酸菜牛肉火鍋，就是生肉涮進去那種。最常見這個印象可能只來源於泡麵的口味。加一圈生抽醬油，我先不加鹽了，這鍋裡面每樣東西都不是省油的燈，都自帶鹽分。這回可以加水了。剛才包這個香料包丟進去，好了，開始大燉特燉。3個小時了，聞着真的特別香。鹽果然夠了，牛肉非常好吃，但是好像沒有特別明顯的酸味，不愧是買來的酸菜。泡椒好像也沒有它生前那麼辣，不過還是很有發酵香味的。我還把湯汁收得比較濃，因為想吃一個濃郁的牛肉拌麵。還燙了點豆尖和豆芽，難得買到矮胖的脆脆豆芽，也太誘人了吧！麵條在煮的時候就加過一點鹽了。天哪，好好吃！果然這種湯汁還是要配碳水，因為沒加老抽，顏色看着有點淡，可是味道非常濃郁。而且麵條比起牛肉，好像更能夠粘住酸菜什麼的，辣味和酸味都要更明顯。牛筋也是。燉軟了比牛肉更吸附味道。一般常吃的牛肉麵都是湯麵，今天我把它全都濃縮了做成拌麵，尤其是這個酸菜的感覺更入味。泡椒已經只剩下一個空殼子了，完成了它的使命。今天做下來，我覺得這個酸菜牛肉還挺簡單的，是吧？酸菜也是買來的現成的，好適合燉一鍋吃好幾天。隨便做點什麼其他的蔬菜或者主食就可以了。